這可能是今年最尷尬的一場軍演了。10月底，美國拉着澳大利亞、新西蘭和菲律賓湊出了4艘軍艦在南海搞所謂的聯合軍演，結果戲台剛打好，中國海軍就直接派出了5艘艦艇強勢圍觀，最近距離只有5.6公里。好家伙，這觀眾比演員還多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星球熱點，國家大事從不缺席，輿論場中抽絲剝繭，聚焦獨家中國資訊。點讚、訂閱、加小鈴鐺，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。上月月底，美國特意把即將退役的古董航母尼米茲號派到中國南海，叫囂着要搞武力展示，擺足了挑釁的姿態。可結果呢？大家都知道後續有多精彩。10月26日下午，這艘航母上接連摔了2架戰機，一架是 MH-60-2海鷹直升機，另一架是主力艦載戰鬥機超級大黃蜂。美國本來想在南海炫耀所謂的戰鬥力，這下直接變成了大型丟人現場。對此，網友都調侃道：“美國就是硬氣，中國不給稀土，他就摔給中國看。”於是尼米茲號只能灰溜溜打道回府，以這種極度恥辱的方式給自己的一生畫上了句號。可美國就是不甘心，明明在南海丟盡了臉，還偏要硬刷存在感，一門心思琢磨着怎麼繼續炫耀武力，滋事挑釁。這不，尼米茲號剛走沒多久，美軍後腳就又派了艘古董級軍艦來南海，還拉上了澳大利亞、新西蘭這2個五眼聯盟的兄弟，外加一個跟着起哄的菲律賓，要在南海搞所謂的聯合軍演，時間定在10月30日到31日。可誰能想到，這次軍演又讓美國海軍成了世界笑柄。這事兒還是菲律賓媒體10月2日不小心洩露出來的。按菲律賓媒體的報道，美軍糾集的這場所謂聯合軍演規模小得可憐，簡直拿不出手。4個國家湊在一起，除了菲律賓自己派來了幾艘小船，真正能稱得上戰艦的，就只有美國和澳大利亞各出的1艘，再加上1艘補給船，總共才4艘艦艇。有意思的是，他們搞軍演不就是想在中國面前耀武揚威嗎？那中國自然得派戰艦來圍觀一下。重點是中國派去圍觀的戰艦數量比美、澳、新、菲4國加起來的還多。按菲律賓媒體的說法，至少有5艘中國戰艦在演習區域全程近距離圍觀，一舉一動都看得明明白白。報道稱，中國這次派出的圍觀陣容裡就包括改進型 052D 型驅逐艦湛江艦，還有815型情報收集船。更有意思的是，4國軍演期間，還有不明來源的無人機在他們的戰艦上空來回穿越，估計把這4國的參演士兵都搞得提心吊膽。要知道，現在只是軍演，中國只是圍觀，可要是到了實戰，那可就不是看看那麼簡單了，直接就是包圍圍剿，讓他們插翅難飛。再說說雙方的實力差距，4國那幾艘戰艦要麼是破舊的古董款，戰鬥力本來就拉胯，就算有艘新的放到國際上也算不上能打，而中國派去圍觀的全是新一代主力戰艦，戰鬥力直接拉滿。就拿解放軍的改進型 052D 型驅逐艦來說，火力配置簡直強悍到離譜，130毫米主炮，11管30毫米近防炮，再加上通用垂直發射系統，能發射防空、反艦、对陸攻擊等多種導彈，形成遠中近程全方位火力覆蓋，壓根不給對手喘息的機會。更關鍵的是，它的垂直發射單元足足有64個。要知道，在海戰裡，垂發數量就是硬實力，就是真理般的存在。除了火力，改進型 052D 的雷達系統也堪稱神器。它搭載的中華神盾多用途相控陣雷達，探測距離超過300公里，能同時跟蹤數十個目標，還能精準引導導彈發起打擊，相當於給戰艦裝上了千里眼和順風耳。再加上它航速快，續航能力強，完全能適應遠洋作戰，走到哪兒都有底氣。所以這次圍觀4國軍演，湛江艦的優勢簡直肉眼可見。據說它全程緊貼着菲律賓最拿得出手的戰艦，也就是韓國制造的護衛艦何塞黎察號，最近的時候距離才5.6公里，相當於在对方眼皮子底下逛悠。這種實力碾壓簡直就是旗艦級別的威懾。而且說出來你可能不信，解放軍這次連055萬噸大驅都沒出動，當然原因大家也能理解，055那可是能單刀插入美軍航母戰鬥群的狠角色，對付4國這幾艘落後戰艦壓根兒用不上它，純屬殺雞焉用牛刀。
不過話說回來，海軍強不強，核心還得看航母。全球有9個國家手握航母，现役總數湊夠26艘，可美國一家就占了11艘，這數量聽着是不是挺唬人？但你可能不知道，這11艘航母裡，現在能真正派上用場、處於可部署狀態的也就4艘而已。這可不是隨口瞎說，是央視實打實報道的，消息源頭還是美國海軍協會網站，可信度拉滿。美國目前在跑的4艘航母各有各的崗位，駐守日本的華盛頓號，在南海晃悠的卡爾文森號，部署在中東的杜魯門號，還有待在美國本土待命的尼米茲號。華盛頓號是1986年開工，1990年下水，1992年正式服役的，算下來已經在海上跑了33年。它2024年11月22日才抵達日本橫須賀的紅旗閣，而在它來之前，美國在亞太地區整整空窗了半年，壓根兒沒航母可用。至於總在南海騷擾中國的卡爾文森號，年頭更久，它1975年動工建造，1980年下水，1982年服役，說是50年前的老家伙一點不誇張。對了，為了對付中國海軍，美國也是下了血本，特意把華盛頓號上的 F-35C 中隊調到了卡爾文森號上。現在這艘老航母上足足有2個 F-35C 中隊，大概20架 F-35戰機。可面對中國的6代機，他們這是想跟解放軍玩8換1的套路，有這份心思是一回事兒，到底有沒有膽子真這麼幹，可就不好說了。杜魯門號大家可能有印象，就是前段時間撞了商船的那艘。撞船之後，船長戴夫·斯諾登直接被解職了，接任的是之前指揮過艾森豪威爾號的克里斯托弗·希爾。選希爾大概率是有原因的。艾森豪威爾號和杜魯门號是同型號，而且都在紅海參與過行動。不過艾森豪威爾號也已經50多歲了，離退休不遠了。杜魯門號雖說相對年輕點，但也服役27年了。有意思的是，他之前還在希臘蘇達灣維修呢，結果央視前腳剛報道完美國航母的部署情況，他第2天就宣布修好了，火急火燎趕回地中海，那刷存在感的模樣，滿滿的都是心虛。再看駐守美國本土的尼米茲號，早就瀕臨退役了。2022年就有消息說，他計劃2025財年退休，2027年完成拆卸。可沒想到他延遲退休了。按原計劃，他4月份要去中東接替杜魯門號，現在正式退役時間被推遲到了2026年5月。這就是美國4艘部署航母的真實情況，剩下的那些也好不到哪兒去。新服役的福特號，電磁彈射故障率高得離譜，2026年之前基本沒法正式部署。林肯號維修期一延再延，啥時候修好還沒個準信兒。羅斯福號也突然出了故障，總之不是毛病不斷，就是快到退役年限了。不過大家也不能過分小看美國，對它的軍事力量，中國一直是戰略上藐視，戰術上重視。美國現在還有3噸新航母在造，還搞了個30年造艦計劃，說要砸1萬億美元重振海軍。但這1萬億美元裡，能真正花在造船上的有多少？這些新航母又得等多少年才能建成，都是未知數。要知道，美國造船業以前多風光，9年就能造出40艘阿利伯克級驅逐艦，可現在呢，10年費勁巴拉也就能造8至9艘。反觀中國，艦艇建造的下餃子速度全球第一，2025年預計新增服役艦艇總噸位能超20萬噸，福建艦也在11月5日正式入列了。這是什麼概念？相當於中國1年就能造出一個韓國海軍的規模。美國現在有13家海軍造船廠，9家已經停產，剩下4家裡有3家也不接建造訂單了，只負責維修保障。現在美國海軍80%的造艦活全靠英格爾斯工業和通用動力2大集團旗下的6家造船廠扛着，而中國有數十座大型船塢，同時造好幾艘10萬噸級的艦船都不在話下。不過就算事實擺得明明白白，網上還是有人不願相信東升西落的趨勢。那大家就來聽聽美國自己怎麼說。去年8月，美國防務新聞就報道過，美國海軍的艦艇建造能力現在是25年來最拉胯的狀態，可支配的艦艇數量不僅不如中國，差距還在一個勁兒拉大。
五角大樓的報告也提到，冷戰時期造的大批艦艇現在都到了退役高峰，美國海軍艦艇總數一直在降，現在已經不足300艘了，而中國海軍的艦艇數量從2020年開始就已經超過美國了。所以這就是如今中國敢強硬圍觀美澳新非4國演習的原因，實力強，沒辦法。好了，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。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，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，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。關注我的頻道，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，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。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。